高压的白色恐怖的时期的时候，像我真的想要能够去把那个时代不管是一种氛围，或者是当时的情境写下来的话，那么小说绝对是一个比剧场还更好的可以使上力的一个工具。因为而且我小说我一个人写就可以，我写怎么样大胆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为当局所不容的小说的话，我都还会可以先把它搁着嘛，总有一天等到你啊，对不对哈？我们总有一天可以抗争成功的。所以后来我就选择来写小说因为那种绝望的环境，我想因此我写了《杀夫》，这个倒是很多年后我自己才想通。那终于我又写了另外一个叫《暗夜》的东西啦，他们当然哇很快乐的说好，那我们就来禁那个。结果呢，他真的是把它出了功，我们把它禁掉这样。因为当时怕说我连小说出版的自由都没有，所以那个小说呢我自己印。后来被文坛骂到爆，就说这个女作家简直是无法无天，她自己印小说。我印了书之后我五五折去卖给时报出版公司，挂他的名字，然后他帮我总经销。他跟我走在路上，然后有人呢就对他看他一眼，然后他刚从牢里出来，他觉得外面的世界，因为他整个被关了25年又5个月，所以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讲太新奇了，对不对？他看到有人看他跟他点头，他就上去要跟人家握手。那个人呢连退了好几步，退到差一点把自己给跌倒。为什么？因为他怕被人家知道他跟施明德握手。90年他出来的时候，老百姓一般对一个被特赦的政治犯还恐惧到这个样子，你就知道说解严解什么嘛，对不对？很少数的人可以在一个大的媒体，一个100万份的一个媒体上写一个专栏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的利用这个，可以对于整个我的世代的女性可以有的一个我不敢说教导他们，可是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层面，就像我所可以经历到的事情。我觉得我的对象会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所以在写那些专栏的时候，我非常刻意的用很浅显的例子不要讲太多的女性主义的道理，就告诉女人们独立自主，这是你必须要走的第一步独立包括2个很重要的层面，一个是经济的独立，一个是心灵的独立，而这个心理的独立才是最困难的。到了在我的写作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台湾的那个作家在写小说，可是他们没有站到这个主流的舞台上来，所以他们也就没有被那么样的重视。那曾心怡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他自己呢是那一种走在第一线的抗争的，那个当年余登发事件的那个桥头事件去抗议的时候，他就跟那个陈菊、陈婉珍他们走在最前面拉布条的这样子，可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恐怕都还不被认为是一个主流，这个非常可惜。在80年代应该属于小剧场，因为那个是一个风起云涌、多方尝试，而且也去挑战到当时的政治以及其他的禁忌方面的。再来一个就是文学，像那个廖慧英写《不归路》那一种，对不对？写那个作为第三者，那个时候开始第三者也可以有话要说对不对？电影的成就，我想当然是没有话说的就是那个是一个统独还没有决裂的时代。这个对我来讲太重要了。我们那个时候统派跟独派还可以做朋友那施明德呢当年逃亡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找陈映真来帮忙的时候，吓得施明德赶快跟我讲不可以因为他知道他是统派所以政治上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在分了。可是整个在80年代的文化圈来讲，我们都还跟那些统派的艺术工作者很好。如果这里面有统派的话一定要有人来研究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统独还没有那么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决裂点出来。现在的文人你很少不分统独了，好可惜，对不对？现在的艺术家也很难不分统独了。